注意看，这个男人上一秒还是个被众人嘲笑的乡野村夫，下一秒却只用一句话就让整个侯爵府的权贵们吓得跪地求饶。而他其实是一名从现代穿越而来的战神，这次回来只为复仇。故事要从他踏入平南侯府的那一刻说起。随着一辆侯府的马车缓缓停下，所有人都好奇里面坐着哪位大人物。可当车帘掀开，走下的却是一个衣着朴素的乡下小子陆景。众人瞬间兴味索然，然而他们不知道，这个看似普通的青年，身体里却装着一个曾统领千军万马、代号红甲卫的战神灵魂。他之所以来到这里，正是收到密信，要顶替这具身体原主的身份，认祖归宗，借机潜入京城，为惨遭背叛而全军覆没的兄弟们讨回血债。刚一进门，陆景就受到了平南侯，也就是他名义上爷爷的热烈欢迎。老人看着陆景与自己女儿8、9分相似的脸，激动得老泪纵横。可一旁的二娘和他的儿子陆双，这对心怀鬼胎的母子却满脸不屑。二娘阴阳怪气地提出，为了堵住悠悠之口，必须滴血验亲。陆景将计就计，一口答应。很快，下人端来一碗清水。然而，当陆景和父亲的血滴入碗中，却丝毫没有相容的迹象。二娘母子立刻抓住机会，大肆嘲讽陆景是个想攀高枝的骗子，催促老爷子赶紧用100两银子把他打发走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陆景要被扫地出门时，他却笑了。他抗力指出，这碗水从端上来时就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，分明是被人动了手脚。二娘瞬间慌了神，极力辩解滴血认亲自古有之，绝无作假可能。陆景也不与他争辩，只是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验证方法，让老爷子也滴一滴血进去，看看3滴没有血缘关系的血是否会相容。这下二娘彻底傻眼了，拼命阻拦，但久经沙场的老侯爷岂是糊涂之人，当即划破手指。果然，3滴血在碗中泾渭分明，证明这水里确实加了阻止血液相融的料。老侯爷雷霆震怒，下令彻查。在更换了清水后，陆景和父亲的血瞬间相融，他的嫡长孙身份再无疑问。眼看第一招失败，恶毒的二娘母子又心生一计，他们决定在3日后的认亲宴上，当着京城所有权贵的面，让陆景彻底身败名裂。宴会当天，各路权贵齐聚一堂。陆双带着一群纨绔子弟，假意好奇地围住陆景，其中一个叫马谡的子爵之子，更是当众出言羞辱，说乡下地方穷得要跟野狗抢食，引得众人哄堂大笑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等着看陆景这个乡巴佬如何出丑，连老侯爷的至交好友定北侯都觉得这孩子过于怯懦，难当大任。然而，陆景只是静静地等他们笑完，随后缓缓开口，他根本不反驳自己，而是将话题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。质问马谡在当今圣上励精图治下，国泰民安，何来与狗真实之说？这番话难道不是在公然质疑圣上的政绩？此言一出，全场死寂。马谡和他爹吓得魂飞魄散，当场跪下磕头求饶，生怕这顶非议君主的大帽子扣下来就是灭门之祸。陆景不动声色，仅用一招釜底抽薪，就让羞辱他的人付出了惨痛代价。一计不成，陆双立刻抛出了第2套方案。他提议进行武将世家聚会的传统项目射箭助兴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孔武有力的侍卫时间便跳出来，指名道姓要挑战陆景。这又是一个恶毒的陷阱。陆景若应战输给一个下人，将沦为京城笑柄；若不应战，就是胆小如鼠，同样丢尽陆家的脸。更狠的是，陆双还假惺惺的帮腔，说陆景曾私下吹嘘自己剑法了得，直接把陆景逼到了绝路上。在众人鄙夷和看好戏的目光中，侍卫时间率先登场。他屏气凝神，拉弓搭箭，竟是10箭连发，箭箭命中靶心。如此神乎其技的箭术，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众人断定，这个乡下来的小子输定了。此刻，侍卫一脸傲慢地看向陆景。那么，这位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乡下小子，究竟会如何应对这场必输之局？他隐藏的战神实力，又将在何时震惊全场？